第23章争抢。玄阶高级功法几字一出，拍会场内骤然寂静。与先前的筑基灵液相比，斗气功法所引起的轰动无疑要更加震撼人心。丹药虽珍贵，不过却只可用于一时，而斗气功法却是能够用于一生，甚至还能传承给子孙后代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高阶的斗气功法比丹药更要让人疯狂。毕竟只要拥有了高阶功法，就算没有灵药的支持，那也迟早能成为一方强者。而若是没有功法，只有灵药，那就是把丹药当豆子吃，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强者。在震撼了片刻之后，会场中陆续有人回过神来，一双双炽热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台上的青色卷轴，就连那妩媚动人的亚妃似乎也在此刻被遗忘了去。坐于后方的萧炎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，玄阶高级功法，难怪这种等级的功法比他们萧家最顶级的怒狮狂罡还要高上一级。无怪今日乌坦城3大家族的族长都亲自来到此处，原来都是在打这东西的注意。玄阶高级啊！目光悠悠地在青色卷轴之上扫过，萧炎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。只要谁拥有这个卷轴，那么他便拥有了成为强者的通行证。几十年后，乌坦城也将会出现一个和3大家族平起平坐的势力。一个玄阶高级功法而已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就在萧炎有些感叹之时，药老的声音却是不是合宜的在心中响了起来。而已翻了翻白眼，萧炎跟着眼界已经高到天上去的老头实在无法沟通，只得撇了撇嘴，保持着沉默。小家伙，安心修炼吧，等你成为斗者的那天，我让你见见什么才叫高阶功法。药老在说完话之后便是沉寂而下，抿了抿嘴，萧炎嘀咕道：希望吧。各位，这卷玄阶功法是一位猎人侥幸在山中所得，应该是前人所留，来历正统，并不会带来什么麻烦，大家尽可安心拍买。亚妃玉手轻轻捧起青色卷轴，笑盈盈的道：亚妃小姐，快点报价格吧。场下已有人迫不及待的大喊道。美丽的脸颊上保持着妩媚的笑容，亚妃微笑道：风卷诀拍卖底价20万金币。这天价价格一出，会场内顿时安静了许多。显然很多人根本没实力吃下这东西。偏僻之所，萧炎忍不住地摇了摇头，这女人还真是杀人不见血，太狠了。20万金币，那可足足是萧家2年多的利润啊。前排的萧战3人在这天价之下，面皮也是抖了抖，不过他们也是无可奈何，这东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不买有的是人买。在20万的天价之下，场面有些发冷。面对着有些尴尬的冷场局面，亚妃却并未有什么异样神色，笑容依旧迷人。她非常清楚这玄阶功法的吸引力，一些人恐怕即使是倾家荡产，也想把这东西收入囊中。如同他的意料，冷场并未持续多久，一名有些秃顶的中年男子首先颤巍巍地喊出了价格：21万。萧炎目光顺着声音瞟了瞟，他认识这秃顶中年人，这是乌坦城的武器大亨，几乎垄断了乌坦城的武器销售。虽然势力比不上3大家族，不过在乌坦城中也算是1号人物了。23万。在中年人喊价不后，一名黄衣老者也是紧跟而来。黄衣老者是乌坦城中的大药商，手下有好几家药材店，资财也算丰富。目光狠狠地瞪了一眼老者，秃顶中年人再次高喊24万。会场之中零零落落的有着喊价声响起，毕竟20万的高价足以让太多人望而却步。30万。在后面2人已经外强中干的时候，第一排的加列璧终于冷冷地出声了。加列璧的喊价一出口，2人便是软了下来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闷头缩了回去。33万。在乌坦城能与加列家族相竞争的便只有萧家与奥巴家族了，而现在出价的便是奥巴家族的族长奥巴帕。阴冷地瞥了一眼奥巴帕，加列璧冷声道：35万。眼角抽了抽，奥巴帕咧嘴道：37万。38万。40万。面对着奥巴帕的不断加价，加列璧毫不犹豫地立马跟了上去，俨然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。
在价格停留在43万的时候，奥巴帕不得不停下了这场竞争。43万已经足以让此时的奥巴家族陷入经济危机了。45万，见到奥巴帕退缩，加列毕还未来得及欣喜，肖战淡淡的声音又是让得他脸色阴沉，阴冷的目光狠狠地剐了肖战一眼。加列毕心头满是火气，三大家族之中，肖家与奥巴家族都拥有玄阶中级的斗气功法，而唯有他加列家族只有玄阶低级的功法，所以加列毕此次真的打算下狠心了。在奥巴帕那幸灾乐祸的眼光中，加列毕咬牙切齿的道：46万，50万。脸庞淡漠的肖战报出了让得满场哗然的天价。高台上望着争得火热的两人，亚菲那美丽的笑容又是诱人了几分。55万，眼睛略微泛着红丝，在沉默了片刻之后，加列毕孤注一掷地冷喝道：你赢了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肖战在听见加列毕的此次报价之后，却是微微一笑，冲着加列毕戏谑的道，脸庞有些愕然。片刻后，加列毕脸色沉了下来，回过清醒的他，此时才知道自己被耍了。肖战，你狠，给我记着！怨恨地瞪了肖战一眼。加列毕抬头望着有些错愕的亚菲，怒气更是大盛。不过他毕竟不是街头上的混混，阴沉着脸，尽量地压抑着怒气。亚菲小姐，该说结束了吧？并未因为加列毕的怒视而有什么变色的表情。亚菲平淡地笑了笑，低垂的眼眸中有着一抹嘲弄与戏谑，玉手中的小锤在加列毕紧紧的注视中敲了下来。风卷诀由加列毕族长拍买成功。望着收场的一幕，萧炎忍不住的轻笑了笑，缓缓地站起身子，行出了拍卖场。把钱拿到手后就开始努力修炼吧，1年后还要给父亲一个惊喜呢。出门的时候，萧炎低笑着喃喃道。